全民穿越公路求生的第4天，由于求生游戏更新了拉力赛模式，危险性大大提升，所以我又在交易频道出售了50把狩猎长矛。转眼间，挂上去的50根狩猎长矛瞬间被抢购一空。有一些人没有足够的资源，便拿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图纸抵债，比如特战靴、摩托头盔、战术手套。我本着多多益善的原则，将这些东西都制造了出来。正在我开心的整理收获的时候，又一封私信发了过来。我看了一眼，发信人正是苏木。帮我也弄一件武器，我不要那些糊弄人的东西，至少要能碾压他们的。可以，不过你要拿什么东西换？1分钱1分货。哦。汽车修理包，一次性工具，使用后可一键修复汽车的所有损伤。好家伙，我眼睛都直了！有了这个东西，哪怕汽车遭受到了多大的破坏，也能一键还原，这就有点逆天了。一定要将这个弄到手。我思索了一番，最终将手弩拿了出来。这个怎么样？50米有效射程，堪比手枪，而且声音还比手枪小，对付那些拿长矛的人轻而易举。对付中型动物，命中要害也能一击毙命。我已经有了防刺服，再加上摩托头盔和特战靴，哪怕把手弩交易出去，我也不用担心苏木能用手弩威胁到我。再加2双鞋子。可以，多少号尺码的？发过来吧。36号。脚还真小，要不是可以定制，你还真穿不上。姐姐，我们真的要去参加那个什么拉力赛吗？没办法，虽然获得了不少图纸，但始终没有弄到空调图纸，看来只能去那个拉力赛里试试运气了。我此时则在忙着把熊肉都制作成香肠，长达12小时的比赛，肯定没什么时间用来做饭，这些即食食物就显得很重要了。将一切准备妥当，时间也来到了6点，在我的面前忽然出现了2条岔路，左边一条写着普通公路，右面的立牌上写着拉力赛入口。我一打方向盘，向着拉力赛入口开去。驶过入口后，周围的环境顿时一变，一堵黑漆漆的云墙瞬间出现在了身后。系统，这是什么？有毒雾气会随着时间不断缩小，进入后30秒后汽车失去动力，1分钟内车辆将被彻底腐蚀干净，人员持续吸入雾气10秒后出现中毒现象，30秒后昏迷，1分钟内死亡。这不就是毒圈吗？听到提示系统的介绍，我心中一惊。我原本以为汽车拉力赛就是越野和躲避动物，现在看来似乎还包含有大逃杀的。那你能判断毒圈收缩的方向吗？暂时无法判定，需要等待毒圈开始移动后才可进行推演。我敢肯定，这场比赛会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激烈得多。毒圈、野兽以及各种空投资源的争夺，甚至会让生存者之间互相痛下杀手。开出去10公里左右，我忽然发现远处有一片小镇模样的区域，这片区域距离公路不足100米，不过似乎是因为太过破旧的原因，到处都是残垣断壁。莫非是小镇废墟？要不要过去看看？就在我犹豫的时候，天空中一架大型的运输机开过，几个挂着降落伞的资源箱从空中飘落，那些资源箱赫然都是紫色的，而好巧不巧的是，一个资源箱正好落在了废墟之中。我一脚油门就向着小镇开了过去。系统，小镇里有埋伏吗？方圆500米之内没有发现任何生物，800米外有一只睡觉的野猪，只要不发出太大的声音，不会招惹到它。如果要是有毒头弹的话，我还打算拿这头猪开开荤。现在我只有12号散弹，那就算了，先找到空投的物资箱要紧。我戴上了头盔，穿上了防刺服，脚穿特战靴，手上戴着战术手套，拔下了车钥匙，腰中别着战术手电，手中提着雷明盾，小心翼翼地下了车，向着村庄废墟内部走去。刚下车，我略微思考了一下，又把那件破旧的黑大衣穿上了，雷明盾则藏在了大衣的衣襟之下。这副打扮，如果碰到玩家的话，能降低对方的防备；如果对方有别的心思的话，说不定还能阴对方一下。哦，系统，播报空投箱的位置。前行300米，左转，前行50米。哦，我按照系统的提示来到了指定位置，我抬头一看，果然在前方不远处摆放着一个紫色的物资箱，摆放在那里。没错了，就是这个。3级物资箱里含有饥饿的猎豹1只，车载电风扇制造图1张。车载电风扇，这东西虽然比不上车载空调，但总归算是一件降温的道具。不过那只饥饿的猎豹倒是一个问题，该怎么打开箱子才不会受伤呢？挖个坑，在坑边开箱子，打开箱子的一瞬间，趁着猎豹不注意将其踹到坑里去。发现2名玩家手持近战冷兵器，判断无威胁。此时公路上一辆车停了下来，从车上走下了2个人，一个身材肥硕，扛着一把金刚短斧，一副社会大哥的模样。在这个社会大哥身后跟着一个黄毛，一看就是跟在大哥身后的小弟。大哥快看，是紫色物资箱，我就说我没看错吧。算你小子眼尖，晚上多赏你半块面包。
大哥，那边还有个人，你看他身上还穿着大衣呢。那人看到我似乎没拿武器，脸上露出了轻蔑的神色。全民穿越公路求生，办公桌上一只机械手臂正在爬来爬去，半具板甲在地上乱转，两个眼珠子在地上到处乱滚，一只蒸汽自走机械在后面追。莉莉娜正捧着半个脑袋，往里面上着齿轮，那个脑袋还在大叫着：“不是这个齿轮，这个太大了，塞不进去，换小1号的，不要硬塞，上机油，哪个好心人帮帮忙，当我把机油拿来。”我这是昨天晚上没睡好，产生幻觉了。你来了，太好了，快点帮我过来按住他，他有点不听话。对了，那边桌上有个油壶，帮我拿一下，还有地上那2个眼球，帮我捡回来，谢谢。你这是干嘛呢？怎么这么乱？我一脚踩住了一个从眼前滚过的眼球，将其捡了起来。我愕然发现，这眼球竟然是玻璃制造的，里面填满了精密的机械零件。我又顺手从桌上抄起了油壶，走到了莉莉娜身旁，帮其按住了那个不断大叫的半个脑袋。两人协力之下，莉莉娜总算将一组齿轮安装完毕。可累死我了。莉莉丝从我手中接过了眼球，一把塞进了半个脑袋的眼眶里。啊，我瞎了，什么都看不到了。眼睛的方向转错了，你个笨蛋！真的吗？你不要骗我。半个脑袋开始调整自己的眼球，那个金属眼球开始在眼眶里乱转。啊，原来是真的，我终于看见了。哈哈哈，我是深藏于黑暗之中的古拉娜之神，万剑。闭嘴！莉莉娜随手将一把螺丝刀卡进了一组齿轮的缝隙里，齿轮转不动了，那半个脑袋也说不了话了，只能不断的变换嘴型，却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你这到底在弄些什么呀？我明明记得莉莉娜在研究身体恢复的办法，怎么又搞出这么多机械造物出来？这满屋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什么？你说着这些啊，还不是我姐？是我觉得普通的肉组成的躯体太过脆弱了，既不能抵抗火焰，也不能抵抗刀锋，对恒定温度的依赖太高，甚至哪怕空气的质量稍微差点也会产生生存危机。最终还是觉得走肉体和机械混合的方式比较好，只不过还处于试验阶段，这家伙的性格设置出了点问题，于是就变成这副样子了。不过这都是小问题，很快就能解决的，你要相信我姐以及我的实力。如果你喜欢纯肉体的话，也可以进行相应的研究，不过想要提升的肉体躯干的抗打击能力会很难，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莉莉娜看着胸前的胸针歪了歪脑袋，又接着说道：没关系，就按照你们研究的来，抗打击能力越强越好。我需要的是听话的仆从和帮手，当然抗打击能力越强越好，只要实力够强，哪怕不是人形都不成问题。真的吗？你居然同意了，这真是太好了，我还以为你会选择那种有很多多余脂肪群的那种。有的话最好，没有的话也可以。其实如果非要加的话，我倒是有个想法，我们可以在里面装上超微型的火箭弹，放在那里绝对不会引人注意。你要是觉得太麻烦的话，里面装上铁蒺藜也可以，只要有人敢碰，绝对插得满手都是窟窿。为了增加威力，我还可以在铁蒺藜上淬毒。我被莉莉娜的点子惊呆了，这要是没个20年脑血栓，绝对想不出这种改造方案来。火箭弹、铁蒺藜还特么淬毒，合着和人沾边的事，你一点不干事吧？你怎么不在嘴里放抹薯夹呢？算了，按照你原本的设计思路来就行。我也觉得多余的脂肪太碍事了，去掉就可以了。真的吗？我就知道你跟我的想法差不多，也不知道那些家伙为什么会喜欢这么累赘的东西。要是喜欢沉的东西，完全可以挂2个铁针嘛。要是按照你目前的想法去做，大概需要多久才能完成初号机的制作？因为有现成的设计思路和设计手稿，唯一需要大概的是动力源。目前预估的话，大概还需要几天才能完成初号机的组装。这样啊，我感觉时间有点久。对了，我忽然有个想法，你帮我参考一下可不可以？既然是机械体和人体相组合的方式，那么是不是可以不用被人体的外形束缚？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配件，比如机械臂什么的？你看啊，2个手做事情总是有很多事情照顾不到，比如之前你就需要我帮你拿油壶，按住初号机的半个脑袋，但是如果你的身上有6只手，问题就变得简单了。你完全可以用2只手按住脑袋，2只手上齿轮，1个手拿油壶，还有1只手递工具，效率一下子就提升上来。而且如果你觉得装上机械臂不好看的话，完全可以改装成插件式的，需要的时候加装上去，不需要的时候拆下来。听到我这话，莉莉娜胸前的胸针闪亮了起来，我的话为她打开了一扇大门。你这是怎么了？那玩意怎么一直在亮？我好奇地望着莉莉娜胸前的胸针。这个啊，好像是出故障了，我待会研究一下。你还有事吗？要是没事的话，我要开始研究了。莉莉娜说着，将我从屋里推了出来。总感觉有点奇怪。
指挥官，前方发现了一个紫色物资箱，并且在前方发现了分岔路口。找到了紫色物资箱了。在公路的中央，一个紫色的物资箱摆在了路中央。我用撬棍将物资箱撬开了，一张图纸和一把短刀从箱子里滚落了出来。我率先将图纸捡了起来，缓缓打开。全车监控系统，4级特殊汽车配件，在全车内外安装隐蔽摄像头和感应器，让你在1秒钟之内完全了解车内外的具体状况。配备全景感知系统，配有专门操控驾驶室。有了这个玩意，我就可以第一时间感知车内的具体情况，不再受限于2个摄像头了。尤其是刚才，我总觉得莉莉娜在背着我研究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我又把那把短刀捡了起来，整把短刀不足1尺长，纯银的刀鞘，上面满是各种繁复的花纹，其间点缀着一颗颗闪亮的宝石。我将短刀抽了出来，刀身2寸宽，上面满是不规则的纹路，看起来如同天上的云朵一般，十分的漂亮。大马士革弯刀由物资钢锭锻造而成，吹毛断刃，可毫不费力地砍断3寸粗的硬木。这就是大马士革弯刀啊，样子倒是不错。我说着将其抄到了手里，向着胳膊上的蒸汽动力外骨骼砍了一下，一声清脆的响声，誉满中外的大马士革弯刀居然无法奈何蒸汽动力外骨骼分毫。原来是花里胡哨的样子货。我脸上露出了不屑，什么大马士革弯刀，还不如自己的斩剑刀好用。我将大马士革弯刀的照片拍给了李飞宇。你不是拜托过我帮你收集刀具吗？看看这东西怎么样？要不要？要是不要，我就拿给别的客户看了。要，我要。李飞宇看到是刀具，就像是普通的小女生走到了化妆品专柜一样，根本迈不开脚。那老规矩你懂得。这个你看看怎么样？李飞宇发来了20块高级玻璃，这么多，成交。全民穿越公路求生。李飞宇摸着手里的弯刀，眼睛笑得如同弯月一般。这位小姐，我已经把我的全部资产都献给你了，能不能放过我？我记得你好像刚才说想要我把财产和身息都供奉给你们那个什么狗屁的股神是吧？我，那你就下去问问你们那个什么狗屁股神，我敢给，他敢不敢要？我将全车监控系统制作了出来，一道白光在步兵战车内闪过，我感觉车内多出了一些变化，但是好像又没有什么发生了改变，好像是一种错觉。当然，变化最大的就是驾驶位，原本的驾驶位就是一个指挥椅，外加一个连同了2个摄像头的监控器，现在彻底变换了一番模样。驾驶位上变成了一个半独立的空间，外面是一层特殊的玻璃罩，现在是半敞开状态，需要的时候可以完全封闭，阻隔气体、声音甚至光源。下面还有紧急弹射装置，危机时刻将驾驶员弹射出去。而玻璃罩的里面则是一个座椅，前面没有任何显示器和按钮。这怎么操作？我尝试着坐在了座椅上，还别说，比指挥椅更加舒服一些。我刚刚坐下，前面原本透明的玻璃罩瞬间变成了一款巨大的球形屏幕。通过这块球形屏幕，我可是适时的看到步兵战车周围360度的实时情况，甚至车顶和车底也是一览无余，完全没有任何死角。旁边还有分页栏，车内的每一个房间都有至少6组以上的监控器进行监控，完全可以实时监控车内的每一个角落。哇哦，这就是新界面吗？看起来还是蛮不错的嘛。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火柴人的阴影，东瞧瞧西看看，还好奇地戳了戳数据栏，一脸好奇的样子。这是什么玩意？我好奇地看着火柴人，还拖动了一下，那个火柴人竟然随着我的手指移动了起来。我将火柴人移动了到了半空中，收起了手指，那个火柴人竟然从半空中落了下来。加油！那个火柴人跌坐在地上，揉着屁股站了起来，还拍了拍身上的灰尘。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就是小爱同学啊，这是我的虚拟形象，怎么样？不错吧？对了，我还有夜间模式呢，要不要看看？小爱同学说着，整片屏幕都黑了下来，文字变成了白色，那个纯黑的火柴人也变成了白色。切，居然嫌弃我的新外形，走了，666。一道闪光，火柴人的形象不见了，屏幕也恢复了原本的样子，还挺有意思的。我感觉自己好像找回了那个养桌面宠物的年代，下回得跟小爱同学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改变一下形象。他要就不高，弄几个美少女的皮，比如大老婆雷姆啊，二老婆夏娜啊，三老婆某安全裤少女啊什么的，一天换一个，能保证1周不重样，那是最好不过了。对了，监控一下莉莉娜的实验室，研究可以，别过界了。万一是什么超出当量的危险品，立刻通知我。明白。感受了一会，我感觉这个新型的控制室还是蛮不错的，超大球形屏幕加环绕立体声，体验感比之前的17寸显示器强多了，用来玩游戏一定很爽。要是再加上体感模拟器，说不定我在这个游戏世界还能体验一次网络里的那些游戏头盔的感觉。指挥官，前方发现分岔路口。是吗？画面转过来，画面立刻切换了视角，球形屏幕将第一视角展现了出来，
我感觉自己仿佛坐在炮管上一样，看着周围的情景。在山路的前方是一条分岔路口，靠向左侧的是一条幽深漆黑的隧道，靠近右侧的是一条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从隧道走可以获得一个白色的物资箱，从盘山公路走也可以获得一个白色的物资箱，两条道路并没有什么不同。居然都一样吗？还真是罕见的选项。既然选哪一条都一样，那就随便选。等等，那是什么？我忽然看到不远处的盘山路上似乎有一个人影，把镜头给我拉近。我点了一下屏幕，屏幕中的画面瞬间被拉近放大，那果然是一个人影。那人穿着一件棕色的西装，黑色的裤子，脚下一双黑皮鞋，头上戴着黄色的草帽，身后拖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一转眼就转过了山路的转角，消失在了视线之中。这里怎么会有玩家？他从哪里来？这个人有可能是之前那2辆车子的惨案的凶手，或是逃脱性命的吧？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家伙就有些危险了。算了，反正2条道路的奖励都一样，换一条路也就是了。我将车转向了那条隧道，那个徒步者身份未知，危险度未知，我不敢轻易犯险。步兵战车向着隧道内部开去，这条隧道看起来十分的阴森破旧，一股股湿气从里面透了出来。处于第一视角的我总感觉自己像是在一个人走向恐怖屋，周围的氛围更是让人感觉有些害怕，真实度太高了，有时候也不太好。我退出了第一视角模式，将球形屏幕分割成了几块显示器，每一块显示器上都分别显示着周围的实时状况。这种视角好了不少，我看了一会就感觉到无聊了。正当我准备找个游戏玩玩的时候，忽然提示音响起，是海格发来了私信。嘿，伙计，你的酒可真带劲，我醉到了现在才醒。你留下的礼物我看到了，真的很对我的胃口，光是闻味道就知道是精品雪茄。这把手枪就送给你当谢礼了。随着私信，海格还送来了一个木盒。好家伙，海格这酒量不行啊，一瓶啤酒醉到现在。我看了看时间，现在已经到了中午了。海格这一下子睡了大半天。我将那个木盒提取了出来，胡桃木的盒子，上面写着一行字迹，送给我最好的朋友海格。我将木盒打开，里面是一把造型古怪的手枪，粗大的枪口，外面装满了各种齿轮和液压杆，满满的蒸汽朋克风格。审美风格倒是和莉莉丝很接近，如果莉莉丝还活着的话，他们2个应该会有很多话题。等等，这特么是什么？我看着盒子里的几枚子弹，脸上满是震惊。尖锐的弹头，纯铜的弹体，后面带着4个稳定翼，外加一个矫正的螺旋桨，这根本就不是子弹，完全可以说是超微型的导弹。我看着这巴掌大小的超微型导弹，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这么大的导弹有什么用？威力小了还不如子弹管用，威力大了容易把自己也波及到了，完全是一个鸡肋一样的东西吗？给莉莉娜送过去，看看能不能破解再利用。我叫来了001，把手枪和子弹给莉莉娜送了过去。这东西对人没啥用，但是如果给机械体装备上了，估计可能会有些效果。老大，吃饭了！来了来了！人民穿越公路求生，我被打中了几10下，连连后退，猛地一翻身，躲在了一房屋的后面，才算喘了一口气。尽管没有打穿外骨骼，对方的铅芯穿甲弹也不是吃素的，硬生生的将我的外骨骼打出了一条条细密的裂缝。此时我的车子动不了，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用蜂巢式火箭弹发射器解决对方。可是蜂巢式火箭弹发射器在一辆报废汽车的后面，距我有一定的距离。我几次想要冲过去，可是刚一探头就被几10挺马克沁招呼。要是能遮挡一下视线就好了，该怎么遮挡视线呢？就在我准备放手一搏的时候，不远处的甲壳虫忽然伸出一门空气炮来，伴随着2声闷响，2颗烟雾弹掉落到了场地中央。瞬间，一阵白色的迷雾在修理站之中升了起来。看到视野被封锁，房车上的女子着急起来，她生怕我跑了，立刻控制着马克沁重机枪不断的来回扫射，试图封堵我的逃窜路线。不过因为视野受阻，子弹密度明显降低了不少。好机会！我见状，连忙就地一滚，向着外面冲了过去。那女人听到了声音，连忙控制着马克沁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扫射了过去。可惜为时已晚，尾随而来的铅芯穿甲弹只打中了我10几枪，虽然也打出了几条裂缝，但并不足以致命。我滚到了报废汽车后面，举起了一个蜂巢式火箭弹发射器，对准了巨大的房车，按下了发射器。一连串火箭弹点火发射，我距离房车不过10多米的距离，根本就不存在打偏的可能性。一连串火箭弹在房车上炸开，女人的房车只是加装了一层防弹板，挡12.7毫米的机枪还算可以，想要挡住口径100毫米的火箭弹纯属是想多了。一连串爆炸过后，半个房车直接被炸成了碎片。房车内原本奢华的房间此时一片狼藉，到处都是爆炸遗留下来的痕迹，各种精致的器皿掉落在了名贵的地板上，摔了个粉碎。那个精通催眠的女人也被剧烈的爆炸震得晕了过去。我连忙顺着梯子爬到了车子顶上，此时那个女人悠悠转醒过来，
不要杀我，我可以帮助你做任何事情，我精通催眠，可以帮你获取无限的物资。只要我们联手，所有的玩家都将是我们手中的运输者。女人一边说着，单手一挥，似乎不经意间碰到了一个瓶子，瓶子从高处掉落下来，摔得粉碎，一股刺激性的味道弥漫了出来。小心，瓶中具有高浓度致幻药剂，它正在对你使用催眠术。居然还是贼心不死！我扣动了扳机，杀掉了女人。我开始全车检查，在驾驶位上还有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男人，不知道是什么身份。他的脖子被破碎的弹片划开了，已经死去多时了。检查了一遍全车，确认没有任何活口之后，我开始让001进行拆解工作。众多蒸汽自走机械从维修站里冲了出来，将房车拆解的七零八落。不一会，房车就被拆成了零件。除了成堆的各种金属锭之外，001还成功的拆出了一张图纸。我缓缓地将图纸展开，高级总统套房制造图纸，特殊汽车配件，1比1还原了迪拜7星级帆船酒店总统套房的布置，让你尽享总统的奢华生活。我翻看了2遍，带着图纸来到了黄色的甲壳虫旁边，将图纸递给了苏木。刚才谢谢你的烟雾弹了，这东西就当做谢礼了。苏木看到我递过来的图纸都愣住了，他万万没想到，在我这里居然还能看到回头钱。就是2颗烟雾弹而已，算不了什么，哪怕没有我出手，我相信你也能解决了它。再说，待会还要你帮忙探索副本，我们现在算是队友，这件事就当是扯平了吧。好，我果断地将图纸收了回来。我就是客气，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从女人的房车里，我收集到了几十本女装杂志，就是飞机上解闷的那种，全被苏琪开心地拿走了。也不知道她一个小女生为什么会喜欢看这种穿搭杂志。接下来我吸取了之前的教训，直接扛着蜂巢式火箭弹巡视，要是有车子敢靠过来，直接给对方来一下狠的。车子改装完毕，升降机缓缓地降落了下来，我急忙钻进车里查看改装情况。已经将动力系统自项目浮空热气球升级为浮空飞艇，氦气填充，内含支撑钢架，28个分舱隔断，4个螺旋桨推进器，2个涡轮推进器，最大航速152公里1小时，居然提升的飞行装置。我心中有些失望，毕竟我长时间是在地面活动的，如果能提升一下发动机，我是最高兴的。不过这个改动也不错，将我的热气球进行了一次全面升级，速度提升了1倍不止，大大的提高了适用范围。我将车子退出了修理站，免费升级完毕了，现在就要做一点正事了，比如跟着苏木去探索一下那个副本。我好了，咱们去那个副本瞅瞅。我这就启动图纸，你那边准备一下。玩家苏木邀请你一起进入秘境钢铁城堡，请问是否进入？确定。白光笼罩了我，等到白光消散之后，我发现身边的景物发生了巨变，自己的车子停在一座巨大的钢铁大门面前。这钢铁大门高度足有8米，宽度也有6米多，明显是一座庞然大物。两侧的城墙更是高达10米往上，上面还有坚固的塔楼和哨塔，光是这么看上去就十分具有压迫感。只是周围安静的令人发指，连一丝风声都没有，让我感觉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死寂的世界。难道这个世界连昆虫都没有？怎么这么安静？就是这扇大门，我试过很多办法都没什么用，就连炸药也没什么太好的效果。001，带人去试试水。我打开了车子的后舱门，10多辆蒸汽自走机械来到大门前，举起了电锯，开始切割钢铁大门。电锯落在钢铁大门之上，发出了刺耳的声音，大片的火星迸溅的到处都是。不过电锯还是深入到了钢铁大门之内，有效果。看到这种情形，苏木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投子女神保佑，希望里面能有所收获。蒸汽动力机械的动作很快，电锯很快就没入了城门之中。随后发现了一个尴尬的问题，那就是城门太厚了，电锯根本就打不穿。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没有办法在大门上开动。这怎么办？城门太厚了，连电锯都探不出厚度，这可怎么办？用锥形法，一点一点往里掘进。我倒要看看这城门后面到底有什么，居然用这么厚的城门来保护。001闻言立刻改变了电锯的方向，斜着插入了大门之中，在大门上画出了一个圆锥形，随后逐圈扩大，最后再次将电锯插入了大门之中。这一次终于将大门打穿了。我走过来丈量了一下，整个大门厚度居然超过了1.5米。这是哪个鬼才设计的？居然弄得这么厚，这是把战列舰的装甲拆下来了吧？全民穿越公路求生，大门既然被打穿了，剩下的工作就好办多了。几台蒸汽自走机械有样学样，在大门上打出了几个大洞出来。我为了增加工作速度，又派了20台蒸汽自走机械帮忙。很快，一整扇大门就被拆了下来。那些蒸汽自走机械的效率很快，切下来的大门直接被分解成了金属锭和金属零件，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一边。忽然，我发现一个闪亮的金属锭被孤零零地摆放在了成堆的3级金属锭旁边。这是什么？怎么被单独放在这里了？太
合金金属锭特殊建造材料。这玩意是钛合金？我正为这玩意犯愁呢。打造钛合金装甲，可是需要足200单位，我一点门路都没有。没想到在这里居然弄到了一块。这东西是从哪里找到的？001指了指金属大门的位置，示意那块金属锭是从金属大门上拆解出来的。还有这种好事？001，派你一个任务，立刻带着蒸汽自走机械把城楼和城墙都给我拆了，优先捡取特殊的金属锭，尤其是这种，知道了吗？001点了点头，带着众多蒸汽自走机械开始拆城楼。你这是要干嘛？发现了点有用的东西，让他们再找找。走，我们继续向里面走。好不容易进来一次，一定要把能拿到的好处都拿走了再说。我说着，率先开着步兵战车向着大门里面走去。苏木见状，看了一眼正在忙碌的蒸汽自走机械，连忙开车跟了上去。大门里面是一个古朴的庄园，入目之处是一个巨大的庭院，庭院的地面也都是金属制造的，一块块巨大的金属锭取代了方砖。在庭院的最中央是一个喷水池，一个金属的人鱼雕像捧着水罐站在喷水池中央，从罐子之中不断的有水倾泻而出。最让我侧目的是，这个人鱼雕像的头发竟然全部都是毒蛇。我猛地抬头一看，愕然发现那些毒蛇的眼睛都冒出了彩色的光芒。什么情况？我本能地感觉到有些不妙，连忙打开了武器保险。一声清脆的响声，一只眼中冒出红光的蛇头张开了嘴巴，一道烈焰从蛇口之中喷射了出来，向着步兵战车席卷而去。炽热的火焰喷出去10多米长，瞬间包裹住了步兵战车急速向后退去，试图脱离火焰袭击。又是一声清脆的响声，一只双眼冒着绿光的蛇头张开了嘴巴，一股绿色的溶液喷射了出来。因为步兵战车退得极快，绿色溶液只溅到了前装甲上，吱吱，前装甲上瞬间就出现了几个凹陷，可见这绿色溶液的腐蚀性之强。这是什么玩意？防御性机关？还是……我还没想完，一只眼中冒着金光的蛇头张开了嘴巴，一道灼热的激光从里面射了出来。那灼热的激光射得有点偏，从侧装甲的边缘擦了过去，直接留下了一道深深的沟壑。快开火，将这家伙干掉！小爱同学对着人鱼雕像就是一发105毫米的穿甲弹，巨大的弹头狠狠地砸在雕像之上，战斗部轰然爆炸，雕像的上半身被炸出了一个窟窿，露出了一面各种精密的机械。这一发炮弹像是激活了那个雕像一样，人鱼头上的蛇头的眼睛都变得更亮了，一具脑袋向着我所在的方向转了过来。操，这么结实！小爱同学见状，立刻补上了2炮，一发穿甲弹，一发高爆弹，2发炮弹一前一后击中了人鱼雕像的胸口位置，穿甲弹破甲，高爆弹毁伤，两者协同之下，人鱼雕像的内部机械被摧毁了个七零八落，人鱼的上半身都飞出去了，蛇头的双眼纷纷暗淡了下去，像是失去了能量供给。黑色的、绿色的、蓝色的，各种不明的液体从雕像里流淌了出来，洒落到钢铁地面上。这些液体所过之处，一阵阵白烟升起，还伴随着滋啦滋啦的响声。终于死了！我立刻制造了几个新的蒸汽自走机械，准备把这个雕像拆了。我刚刚将蒸汽自走机械制作完，还没来得及放出来，就听到前方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我抬头望了过去，原本伫立在庄园大门口的2座人形盔甲雕像从高台上走了下来，举着3米多长的巨剑，快步向着步兵战车走了过来。从面甲的透气孔中，可以看到里面飘忽不定闪烁着的绿光。又来，开火！小爱同学调转火炮，对着一具盔甲直接开了火。小爱同学还吸取了人鱼雕像的教训，直接来了个素质3连，3发穿甲弹接连打出。第一发穿甲弹直接打在了盔甲的长剑上，那具盔甲手中的长剑一偏，竟然硬生生的将坚硬的炮弹头切成了2半。这一手将我吓得魂都快飞出来了。正在我惊疑之际，另外2发穿甲弹接踵而至，盔甲手中长剑一横，挡住了第2发穿甲。然而这也导致他空门大开，第3发穿甲弹结结实实的打在了他的胸甲，将他的胸甲炸出了一个窟窿，露出了里面的各种零件。看到这种情况，我心中呼出了一口气，既然亮血条了，那还客气什么？启动蜂巢式火箭弹发射器，先打2个基数。一连串火箭弹向着盔甲直射了过去，那具盔甲刚刚被击倒了，才刚刚坐起来，那些火箭弹就到了面前，火光四射，碎片乱飞。等到硝烟散尽，那具盔甲已经变成了满地的零件。解决了一个，剩下的那也一起干掉。我对着第2具盔甲也发射了火箭弹的覆盖塔击，那具盔甲看到密密麻麻的火箭弹，竟然不躲不闪，反手将手中3米长的巨剑向着步兵战车投了过来。狗东西，不讲武德！
看到被扔过来的巨舰，我吓了一跳，急忙倒车。与此同时，小爱同学弹出了20条机械臂，拿着4连装23毫米机炮对着巨舰进行了密集射击。机密的炮弹在步兵战车前组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金属屏障，硬生生地将飞来的巨舰打到了一边。巨舰一声闷响，插在了旁边的金属地面上，深度足有1米。看到巨舰这副样子，我暗暗心惊，钢铁铸就的地面都深入了1米多，这要是自己的车子被扎实了，哪怕是前装甲，恐怕也未必能抗得住。这些家伙还真厉害，看来得更小心的应对才行。我心中越发警惕，我发现这个副本里的守护者都异常的强悍，真的有能正面干掉他的实力。如果不小心，我真的会折戟在这里。我在原地停留了一会，警惕地扫视着周围，确定周围没有其他守护者继续攻击后，才松了一口气，把蒸汽自走机械放了出去，搜刮物资，尤其是那2具盔甲和他们的巨舰，能挡住105毫米主炮一击，绝非普通的金属，肯定能分解出来一些好东西。你那张藏宝图上有背景信息吗？这个钢铁庄园到底什么来历？该不会里面的东西都这么厉害吧？我也不清楚，副本入场券上什么都没写。说实话，其实我对这里的了解还不如你多呢。我上次来就被那座钢铁大门挡住了，根本连门都没进来。算了，走一步看一步吧。我无奈，留着001带着领着一群蒸汽机械在这里打扫战场，我则开着车继续向前开。